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的关心到的是美以的战争会停火吗？看起来是没有办法了。纳坦雅胡他去炸了伊朗的最大油田，但是他后来又承诺不会炸了。发动战争的原因现在正式的曝光，是不是美以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可以联手赚大钱，所以要打这一场仗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第一个，纳坦雅胡一向是强硬，为什么这时候突然间决定停手，不再轰伊朗的最大能源设施了？那为什么川普又要拖住这个纳坦雅胡，要他不要再打了呢？美以现在在战略的策略上面有没有出现一些裂痕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第二个，我们会关心纳坦雅胡他最新提出来的，接下来他要铺设中东的能源管道，而且这个管道是直达以色列的港口的，是代表这个是以色列真正的野心吗？他其实就是希望控制整个中东的能源命脉，掌控全球能源吗？但是，以色列有这样的想法，中东国家会甘心被架空吗？第三个问题，今天来关心的是伊朗，它攻击卡达的能源设施，全球天然气价格也因此暴涨。美国却因为填补缺口在石油上面、能源上面的缺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厂商反而是股价狂飙啊！这场战争难道又是一个赤裸裸的以美国利益为操作的战争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一场意外是发生在18号当天，怎么回事呢？以色列当时他悍然的出手，直接轰炸的就是伊朗它最重要的能源设施。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关注到，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这个是南帕尔斯火光四射结果伊朗就进行了报复。反手狂轰在卡达跟沙烏地阿拉伯这边的工业区，导致卡达的这个叫做拉斯拉凡工业区瞬间爆炸。革命卫队说了，接下来油价会到$200。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赶快出来喊话了，他说，接下来我们会遵从川普的要求，不会再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了。针对伊朗南部的这个天然气田相关设施的攻击，是我单独行动，是我自己决定的，好像要帮忙划清界限。那川普事实上他也在这场攻击前，他曾经说过，我告诉过他，就是纳坦雅胡不要这样做，他不会再做了。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行动是协调的。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第一个，为什么纳坦雅胡的态度一向强硬为什么这个时候好像软化下来，他决定不再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了？川普为何要求以色列不要炸天然气田呢？那美以的战略现在有没有分歧？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美国川普跟这个以色列纳坦雅胡他们的战略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纳坦雅胡他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要断掉伊朗的这种作战的这种潜力我将你油田炸掉，将你的能源设施摧毁之后，那你的油卖不出去，你就没有钱，没有钱你就没办法这个制造你的导弹就没办法对我以色列攻击，我以色列就可以确保我的安全。可是美国这一次我们看出来，美国川普来讲的话，他瞻前又顾后的。因为如果说这次他负担的责任比以色列要大很多，他要考虑到自己国内的通货膨胀，要考虑到他的期中选举要考虑到盟国的态度，所以说这个川普顾虑的事情很多。那我认为这次以色列纳坦雅胡是刻意去炸这个油田炸这个天然气天然气的这种，所以南帕尔斯天然气的这种天然气田，炸掉以后，就是要把美国拖进这场战争里面，让美国没办法脱身当然，你要知道，去炸这种油田对全世界来讲对川普来讲的话这个是杀敌1000，可是自损会10000。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油田一炸，昨天这个包括到能源的价格立刻就暴涨其实最伤的是美国。我认为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不是一场纯粹军事上的冲突，而是变成一场混合的战争，尤其是说已经变成一场能源的战争。那纳坦雅胡也看出来美国的这种短板在这个地方，我只要去炸油田，你就必须这个反击。如果说伊朗就会反击伊朗如果反击，造成全球的能源价格暴涨，那苦的是谁？苦的是川普。川普可以说现在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纳坦雅胡做这种动作，其实是陷川普于不义。所以，但是我不认为纳坦雅胡这个他讲的话会算话。他说：“我以后不再炸油田了。”
那我们从以前几次的战斗这次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我们从几次的战斗都会看出来，能源是美国最大一个短板哦。譬如说第一次以色列去攻击伊朗的油田，我们都知道造成所谓德黑兰下了黑雨，那时候美国就骂了脏话，骂以色列骂脏话，你干嘛去攻击油田？那让伊朗更师出有名去攻击周边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哈。那第二次我们看到美军去炸哈克尔岛哈，哈克尔岛炸了半天，其实他只炸军事设施，他并不敢去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因为他知道如果攻击伊朗能源设施攻击的话，那后面伊朗报复起来会造成全球的一个通货膨胀。那这一次这个以色列，我觉得他是刻意去攻击这个南帕尔斯的天然气田然后让伊朗来反击。那伊朗当然这次就毫不客气啊，就对，包括到这个沙特啦、阿联酋啦、卡达啦这些天然气攻击。那当然伊朗没有在怕的啦。我们看出来，伊朗这次就准备拼个你死活，因为如果说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最不利的是美国嘛，因为美国虽然说美国自己有产油，可是当能源涨价、油价格上涨之后，最伤的是美国老百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川普的短板。那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一场能源大战。好，这场能源大战，这个看起来美国相当的不利，但是也没办法，对美国相当不利，但是也没办法。现在川普似乎就是被纳坦雅胡牵着鼻子走。那纳坦雅胡的动作还不止如此，他现在有一个新计划，那也被视为是为什么他这一次要发动这一场攻击的原因，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他说，接下来他想要做的事情是铺设石油、天然气的管线，能够让他这个能源穿越到阿拉伯半岛，直达以色列地中海的港口。画面上我们来看到，他希望签的从海湾国家就能消除对于这个荷姆兹海峡的瓶颈。他说这是他后来他思考的战后最大的一个变革。那是不是主要以色列就是想要掌握全球的能源命脉，包括天然气跟原油呢？那汉庭又怎么看？想是想了，但现实上也做不到。我们先说一下他的这个计划。第一个呢，当然是能够躲避掉这整个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对吧？你封锁归封锁没用，因为我有另外的一条道路。那第二个呢是，如果它一旦能够建成的话，那以色列呢，它就能够从单纯的能源进口国，然后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纷争国家摇身一变，它就成为了守护大家能源，并且呢，如果欧洲都需要油的话，还要从我以色列这边拿，都从我以色列这边出，我还可以收过路费。那而且一旦建成，那像是沙烏地阿拉伯啦、阿联酋啦这些产油国家的经济命脉，就会跟以色列有深度的绑定。那这不仅是能够带来纯粹金钱上的收入，而是以利益作为一个纽带，那把这些国家通通都跟以色列团结起来。但是呢，这个想得很好，现实上根本不可能。第一个是政治障碍，中东这些国家这昨天才共同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所以我怎么可能昨天谴责完你，然后马上跟你来开发合作？根本不可能。而且第二个，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说，我们要绕过荷姆兹海峡的封锁。那现在已经有啦，已经有替代这个的管道啦。首先呢，这个沙特就有东西管道，阿联酋也有叫哈布尚富查伊拉管道。虽然它的运力总和不及霍姆兹海峡，但是呢，这两个管道都是由本国完全掌控，很安全。如果再搭配以色列，还要再搞一个新的，我还要再经过约旦，那未来这个风险不是转移到你身上而已吗？仍然有风险。而且第三，那我跟以色列深度绑定，那我不就变成是伊朗的这个靶子了吗？那未来我会不会遭到这个什么黎巴嫩的这个攻击跟袭击？我还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去维护，还要躲避这些攻击。而且最关键第四个，远水难救近火嘛。盖一条管道要多久？好歹要10到15年，要投入上千亿的美金。那现在能源不够，你讲以后10年的事情有啥用呢？所以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好，那我们也看到，那这一场能源战打到最后，到底是谁获利呢？除了以色列希望能够掌握能源命脉之外，现在看起来，难道美国跟以色列也有从中获利吗？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哦。这一次这个伊朗的报复行动攻击到的，刚刚提到的是卡达的天然气工厂嘛？那确实也因为如此哦，所以呢，它的厂区17%的产能就被摧毁了。这一个工厂本来它出口到的国家包括了有意大利、比利时、韩国、中国等等，现在这些合约就等于是几乎作废，全部暂停。那现在预估这个产能要修复要3到5年的时间，天然气
价格当然是一瞬间狂飙了35%哦。现在各国都在掀起的是抢气大战。那现在来看到是不是美国有因此受惠呢？因为我们来看到天然气的产量，目前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是俄罗斯，第三伊朗、中国、加拿大跟卡达等等。我们看到美国的天然气的公司的股价更是在这个股价方面也表现出来是狂飙升的，所以看起来，难道这个天然气的波动是在美国这当中有因此受惠吗？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它是有受惠，因为天然气价格如果因为战争的关系而减产，那美国是第一大天然气的生产国，它大概每一年大概将近1兆，就是1万亿立方公尺，当然它就把它液化，你要运出去不能只是气嘛，你把它液化。我们家里面的桶中瓦斯都是液化天然气，都液化是这样。那美国世界上储量最多，然后现在产量最大，那当然赚了钱。但是问题是因为伊朗战争呢，所以它是赚小赔大。天然气你赚了，但战争的那费用，你看刚刚看到要加2000亿耶，目前的已经打了3个礼拜，已经花了200亿美金呢。你天然气能够赚多少？赚不到多少，但是你赚小赔大。所以当初我认为他这个美国战争有失算，造成战争外溢。为什么？伊朗的对等报复发挥的功能。那个以色列只要炸伊朗的油田，他也炸油田；以色列只要炸他的炼油厂，那伊朗也炸炼油厂。哇，那这样子，那大家现在川普讲，别再炸了，你再炸的话，我们现在的产能都不够，全世界都会造成能源荒，是这个样啊。所以伊朗的对等的报复产生了效果，所以这个川普约束纳坦雅胡不要再炸了，是这个意思因为会造成全世界的恐慌，不是只是美国跟以色列的问题，所以这个战争呢已经外溢到人员的问题去了。那美国当初失算，美国过度乐观，打4天，现在已经进入第四个礼拜，因为已经3个礼拜打完了，还没有看到还没有一些效果那外溢了，那或者说失控。然后他认为人民会揭竿而起，结果没想到现在好像越打伊朗好像感觉到越团结，里面的这个示威抗议游行好像变成不见了嘞。那换句话说，可能伊朗内部的内聚力产生了，那会造成美国跟以色列这方面压力会变大，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战损也变多了，以色列跟美国的战损变多，战损变多压力就更大。所以你因为战损多，美国没有第一级奏效，而造成美国国内这个人民支持这个美军对伊朗动武，整个是贴在谷底，根本没人要支持，没人要打仗，好像这个稳赔不赚，你赚天然气算什么？那小小的但是你丢掉是整个大的，所以一直来看的话，就是最重要症结在什么地方？欠缺了战争的正当性。是以前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那是联合国授权，那这一次对伊朗动手，联合国完全没有授权你就动手了，而且还在谈判当中动手。你这个是在战争道德上面就居于下风，所以你怎么样说服老百姓，老百姓都不支持。那所以因为战争外溢到，感觉到美国跟以色列还蛮吃力的。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